今天早上一起来呢，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的微信让我赶紧给他回电话。但是我没着急，我呢是先查了一下新闻，因为今天是加拿大这个央行的议息会议我俩呢之前打过一个赌赌了一顿烤鸭。他认为呢经济不好，央行肯定应该降息。我认为呢，不加息就不错了。果然不出所料央行没有降息，也没有加息，利率呢继续维持在2.25不变。然后呢，我就气定神闲的给他把电话打过去了。但是呢，这哥们儿的反应却让我很意外。他在电话里还挺兴奋说老白，你看央行的消息你看到了吧？利率没动我奇怪，我说你都输了，你高兴什么？这烤鸭你是请定了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其实银行的贷款的这个5年固定利率其实在上调吗？他说我知道，但是哥们儿不怕。因为我呢跟你赌虽然没赢，但是我把银行可赢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他才告诉我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秘密。我这个哥们儿他是几年前，大概在21年的时候呢，在大温地区呢买了套房。那今年年初他本来手上呢有笔闲钱，原来是想着说提前呢还了一笔这个房贷但是他当时就脑子这个一转觉得这个地缘政治好像不太对劲儿，他觉得这个中东早晚要出事儿，所以呢他就把这10万加币呢投进了加拿大的这个股市，买了一家能源公司的这个股票还算头部。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尤其是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这1/5的石油供应被掐断，这油价涨疯了。那他买这能源股呢，在这2个半月里边呢，累计从60加币呢就涨到了84加币，那涨了其实接近40%。那也就是说，他10万的本金呢，现在就变成了将近14万。那这挣出来这4万对这哥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还真挺神奇。他们家的房贷今年刚好要到期要续约，那么利率呢，从当年这个低息呢，现在就面对着一个高息了。那么他算过那么续签以后呢，那每个月的贷款呢，大概要多还1330多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油价，而大温地区已经突破了2加币一升的今天看好像是接近2块1了。那么他们家2台车呢，这每月也得多花个好几百的这个加油钱。那么里外呢，他全年这个额外的这个所谓的痛苦成本呢，就要增加大概2万加币但是你看这股票赚的钱呢，不仅覆盖了这笔2万多的这个额外开支呢，还能剩下个将近2万的盈余。那就等于说呢，能源股的这个溢价呢，帮他抵消了房贷涨价和油价上升的这个双重打击，还顺便赚出了1年的菜钱。所以呢，就在这个坊间这个一片失望之声的时候呢，他倒是实现了一个精准对冲了，也算是发了一小笔战争彩这个，所以他赌输了，他也挺开心。但是他开心了大概30多秒钟以后呢，电话里他的语气呢就又焦虑了。他说：“老白，其实我挺担心这油价撑不了多久这战争一停，海峡一开，这油价肯定就崩回去了。那我这股票呢，大概率也得塌下去。但是房价呢，现在已经跌回到了2021年了，差不多。那我估计呢，这还没到底儿呢。这我这把算是赌对了，但是下一次肯定就不会有这狗屎运了你说加拿大这经济早晚得把这股市也拖累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也知道自己是狗屎运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得让我想想你吃烤鸭的时候，这饭桌上我再告诉你我这跟他开个玩笑，因为我可帮不了他。因为今天这个央行的议息会议就说明呢，这个问题连央行那帮浓眉大眼的专家都不知道该咋办，否则呢也不会出这么一个意料之中，但是又让人很惊讶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今天上午央行的这个维持利率不动的这个决策呢，其实市场此前就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所以这个结果本身呢是意料之中的。但之所以说这个结果其实也让人很惊讶是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就说明央行在面对加拿大经济现在的这个多重困局是束手无策的。那这就让人不免很担心了。我们知道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 BC 省，这是一个支柱产业。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边呢，其实大家一直在等这个降息。从2024年年中，央行开始降息周期从这个5%一路降到2.25%。但是呢，市场呢却好像这个不给面子一路在遇冷。那么现在呢，就大家更在盼说能不能再降一点再降一点，也许买家就会回来了，房价呢就能够企稳了。
你看 CREA 呢，今年年初的预测呢，就是今年全国的房价呢，大概有可能会涨2.8%啊，成交量呢，没准也能够增长个5.1%。但是这个预测是有一个前提假设的，那就是说利率要降到底，那么被冻在场外的刚需买家呢，就终于可以入场了。但是现实是什么呢？2月份全国的这个成交量同比下降了8.1%。那 Royal LePage 的这个调查呢，说的更直白，说几乎有40%的潜在购房者呢，说还要等房价更跌了以后呢，再考虑购买。29%的人说呢，要等利率进一步下降。那大家也都盼着这个春天哈，这小阳春，说央行要是能继续降息的话，就能给很多人松一口气。但是你看，万万没想到，这油价呢来了这么一下。那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大概每天有2000多万桶的石油供应呢就被掐断了。布伦特原油呢冲上了$100，现在还有人说有可能会冲到$120。那么这个冲击呢，也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呢就传导到了加拿大。有数字显示啊，加拿大全国的这个汽油均价从这个战前的这个132，就是1块3毛2这个价格呢，飙升到了现在的1块6毛5。大温地区就更了不得了，直接就突破了2块钱了。那这2周内呢，油价涨了3毛到4毛钱，这也相当于给每个加拿大家庭呢强制征收了一笔没有商量余地的消费税。这也就是说呢，通胀的压力呢骤然就上升了。虽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的这个 CPI 呢，同比只有1.8%，那数字看起来还不错哈，挺温和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数据采集窗口呢，其实是错过了这个2月28号爆发的这个油价暴涨。所以呢，前央行的这个副行长就说呢，说这个数字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那等到3月份的数据出来呢，油价的这个冲击才会真正的显现在加拿大的这个通胀报表上。那么多家银行的这个宏观模型呢，也预测了加拿大总体的通胀率呢，将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迅速反弹到3%附近。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央行在接下来不但不能继续降息，甚至还得考虑这个未来有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呢，你像这个 BMO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就说呢，2月份的这个就业报告已经显示了一个极度疲弱的现象。那么建议央行要打消这个市场对今年有任何加息的讨论。但是央行的副行长呢，此前也就已经暗示过如果供给侧的这个冲击推高了这个物价，但是还没有严重的这个拖累经济的话，那央行其实更倾向于要加息，要控制这个通胀。你看，这经济学家们自己其实都的意见不统一，有点精神分裂了。所以呢，在这个2026年这个春天还没来的时候呢，加拿大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联动，油价竟然把房价给逼到了墙角。只不过呢，这个油价想要杀死房价的真正方式，它不是直接动刀子，而是把降息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呢，一把火就给烧了。那打个比方就更形象这房地产市场呢，其实就像一个在 ICU 里等着上呼吸机的病人，这护士好不容易看着把机器推进来了，插上管子，结果这疯狂的油价进来，一脚就把这插销给拔了。而且不仅如此这一波还有一个让很多人其实没有太注意到的变化，就是加币也在往下跌。以前加拿大的经济上是有一条基本是铁律的就是油价要涨，那加币肯定就得跟着涨，因为加拿大是产油国，那油价涨就意味着贸易顺差扩大，资本流入，那加元当然就应该升值。而且强势的加元呢，会让进口商品变便宜点，等于呢给加拿大老百姓呢这个也每人发了这么一把能够多少能抵御点通胀的这个保护伞。但是这次呢，这个伞没撑开。你看加币现在跌到了对美元是7毛2到7毛4这个区间，那连对人民币前2天都曾经出现过这个跌破了1比5这个关口。那为啥呢？因为全球资本都恐慌了拼命的向美元去避险，再加上美加两国的这个经济基本面呢也走了一个这个两极分化的这个趋势。美国经济呢至少还有这个 AI 什么大厂和这个消费在拖着，但是加拿大呢却越来越深陷这个高负债和房地产这个为主的这个经济衰退。那资本是用脚投票的，那这回他们肯定就用脚就选了美元了。所以这也意味着加拿大人呢现在是两头在挨打。那在加油站里呢要为全球定价的这个昂贵汽油买单，但是在超市里呢又得因为汇率的这个贬值而出现涨价的这个进口商品呢去买单。
那就是以前油价涨的时候呢，咱可能只在加油站里边会心疼那么一下下，但这次油价涨呢，您可能会发现自己走到哪儿都有点肝颤了。而且呢，这种输入型的通胀反过来呢，又会进一步锁死了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因为降息就会让加元更弱，加元更弱就会反过来让通胀会更高。你看，这又是一个死循环。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说加拿大不是产油国吗？那油价涨了，难道不是好事吗？这枫叶银行的这个模型就曾经测算过啊，说这个国际油价每涨10美元，加拿大的 GDP 呢就能够提升0.5%。那听起来你看这挺好是吧？可是你得看这个好处是分配给谁了啊？那能源行业利润飙升呢，那最受益的就是阿省啊。那阿尔伯塔省的这个税收呢就会大幅增加，那卡尔加里的就业机会呢也就回来了。阿省据说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呢，预计就直逼了这个815亿加币哈，那也继续保持着全加拿大唯一一个不征省级销售税的这个傲娇的地位。但是你看，像温哥华、像多伦多呢，那这就出问题了啊！它本身不产一滴油啊，那就只能承受这个油价上涨带来的所有代价啊，油费涨、暖气涨啊、物流涨、食品涨，然后因为通胀压力呢，降息也别指望了，房价只能会继续阴跌。所以呢，在过去1年当中啊，就有将近7万人呢逃离了 BC 省。那逃离这些人里边，77%是不到40岁的这个人群。那他们中呢，很大一部分是去了阿尔伯塔，啊，这就看你这阿省还没独立呢，但是 BC 省的年轻人已经在用脚宣布要叛逃了。同一个国家啊，同一个央行利率，你看这阿省的人现在这开开心心的去换新车啊，但是 BC 省的人呢，只能对着各种账单去叹气了。说实在的，我现在都有那么点同意阿尔伯塔那些闹独立的人了哈。这本来我们想着拉着哥们儿咱们同甘共苦啊，谁知道你转身就要提路虎，这瞅着多来气啊！那要走就走吧啊，眼不见心不烦啊，开个玩笑哈，山不转水转，阿省兄弟们还得给我们继续加油啊！好，说完这个油价哈，咱们再说回这个 ICU 里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那没有呼吸机了，那它能不能自己缓过这口气儿来呢？那咱们得先看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得有工作有收入才能去还房贷。但是2月份的这个就业数据呢是一记重拳，全加拿大在2月份有8.4万个工作岗位呢消失了，没有了，这是疫情以来最糟糕的单月的这个就业损失。而且啊，这个数字本身其实还是被部分的美化了。实际上呢，据统计局显示呢，是全职岗位啊蒸发了超过10万个，是因为有一些兼职岗位呢略微有一些上升，才把这个总的数字呢拉回到了说这个岗位消失了8.4万个。但这也已经很惊人了哈，尤其是这个私营部门啊，就是私营企业的就业呢减少了73000个。而且青年的失业率呢是直接飙升到了14%以上。那这儿咱们得特别说明啊，就是这份就业数据2月份这个啊，反映的是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疲软的累积效应，而不是这个伊朗战争导致油价暴涨的一个间接后果。也就是说，统计调查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完成了。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加拿大经济在油价冲击到来之前就已经是体虚到不行了。那一个感冒还没好的病人，结果这2月底又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所以接下来3月份、4月份的相关数据，其实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好，那再说回我那个朋友哈，他还算是不错的啊，比较幸运，至少他买了一个能源股啊，左手亏的钱呢，右手还能赚回来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华人朋友呢，那恐怕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咱们华人啊，就是不光在加拿大，其实在很多地方啊，我们都有一个这个财富结构上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集中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啊，这也几乎是一个文化 DNA 级别的偏好啊。咱们就是习惯了说辛苦的攒钱买房再买房啊，要把这个身家都压在这个不动产上才觉得踏实。那在过去20年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上升的这个牛市当中呢，这个策略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但是你看，在今天加拿大这个局面下，它就暴露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结构性风险，就是你吃不到油价上涨的任何红利哈，却要承受它带来的全部代价。
油价涨了，你的生活成本就涨了，但是你的房价呢却在跌。你盼着降息来救房价，但是油价呢，又把这降息的路给一把给堵死了。那咱说咱抛售去止损吧，你看，但是因为经济整体在萎缩呢，成交量也是一直起不来啊，很多这个所谓的买家们根本不着急啊，因为大家还在赌说房价还会继续跌，你卖不出去那就也不敢买，那就被困在这儿了。而且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什么呢？是今年就是像我那朋友一样，有很多在疫情期间的这个房贷呢，固定利率的集中要到期续约。那疫情期间呢，是用这个低的这个利息呢签的固定利率，那现在就要按当前这个高利率呢重新去签，那这也就意味着你每个月会多加几百甚至上千的这个负担。那如果利率继续维持不变呢，那这批被迫卖房的人呢，会进一步推高市场上的这个房源供给，会给已经疲软的市场呢就再加一把下行的压力。那别忘了还有菜价哈，因为加拿大国土比较广阔，很多物资运输呢都依赖于以这个能源，尤其是柴油价格支撑的这个陆路运输。那4月1号呢，联邦碳税呢就要从95加币呢涨到110加币一吨。那么叠加柴油价格这个飙升或推高的这个物流成本呢，那这个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多伦多大学的供应链专家就警告说，这个食品账单呢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呢再提高10%到15%。那对于咱们这个很多人的家庭来讲，这就意味着你在大统华超市买一车菜的钱呢，很可能就会因此要多付出个几十块钱。所以你看，房子在跌啊，菜价在涨，工作在丢啊，这就是这个精神分裂这个选择题的一个完整图景。而且更残酷的是，对于很多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呢，这道选择题你没得选。你没有买能源股的话，你不在阿省工作的话，你如果全部身家都是更多是在房子上面的话，你就只能被动承受这个两难困局的代价。所以啊，我那个朋友问我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在面对的这么一个难题。但是要我说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咱可能只能跟央行一样，就是你只能等这场战争的这个走向啊，如果海峡会重新开放以后，情况会不会有变化，也要等相关的数据呢会给出更清晰的信号，比方说3月份的就业率、3月份的通胀数据等等吧。但是等这个字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实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阿省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呢，等的意思是可能你能再多赚几个月的好日子啊。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尤其是背负着房贷压力的朋友来说，等的意思呢，就是你每多等一天，房子的这个账面价值就可能会再缩水一点了。所以在2026年这个春天呢，就是谁也没想到，说油价和房价竟然史无前例的成了一个跷跷板的两头哈，那头翘起来了，这头就被按在地上了。而央行呢，只能坐在跷跷板的这个支点上，两边都不敢动，只能僵在那儿，还得假装好像一切尽在掌握。好，说是困局啊，但是还真有人就能在这里边能想出邪招了啊！我那朋友在最后跟我说，他说：“哎，老白，说我突然想明白一点啊，他说你看，我要是把温哥华的房子呢卖掉啊，换成个小的，那剩下的钱呢去阿省再买套房，那儿的房子便宜啊，也不用交省税，关键是呢，他那儿的人口呢还在净流入，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抗跌性就肯定比 BC 要强很多啊。”而且关键是还有一点是，万一阿省哪天要真独立了啊，加入美国了或者怎么着，那我是不是就算是对冲成功了啊？然后呢，关于股票呢，他说我打算见好就收啊，把加股呢换成美股。你看加币反正在跌嘛，所以美股的股票呢，这个涨跌先不说，它起码更划算一些啊。我说我说哥们儿，我听明白了，你这套办法实际上就是用美国来对冲加拿大啊，你恨不得把自己的一部分都变成美国资产了。他说没错，就这意思。这哥们儿实在没办法，想来想去呢，也就只剩这一条路了。你说这个油价和房价的故事呢，咱就只能先讲到这儿，也没个答案啊，因为剩下的咱还得继续观察。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加拿大面对的这个两难问题呢，可不仅仅是只有这一副跷跷板。当咱们把失业率、通胀、贸易战、地缘冲突和这个石油、能源、房地产这些碎片你拼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其实也已经浮出水面。就是很多专家呢也已经提出了预警，就是加拿大的经济离硬着陆还有多远。那这个问题呢，咱们下一期会试着详细去拆解。好，感谢各位收看，咱们下期接着聊。